嗨，欢迎大家回到君拿 TV。最近有非常多同学想要学习机器漂眉因为这门课程呢，在最近这1-2年非常的火红。对于学机器雾眉，大家也有很多就是疑惑的地方。他们有的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先学手工再学机器，还是先学机器再学手工？那到底手工和机器有什么差别？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手工的线条是比较细致的，那机器的线条会稍微柔美一点。那这2门课程呢，基本上它的难度呢，一个是很难，一个是更难。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想要了解，就是它细节的部分。那如果我们的手工漂眉呢，基本上它是使用那个刀片，是一个很细致的刀片。那我们的机器漂眉，它是使用0.30的针具，一个是刀，一个是针，所以做出来的作品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接下来就是它的操作时间基本上我们这边操作时间要讲的是扣掉画眉毛的时候，真正操作皮肤上的时间哦。手工的漂眉呢，它操作时间大概落在40分钟到60分钟之间相对来讲是比较快的。那机器漂眉因为它的难度比较高它是透过这个反复一条线条的反复堆叠，慢慢的把颜色呈现出来，所以它的时间会比较久，它大概会落在真正操作时间大概2个小时左右。那操作时间呢就会影响收费，所以呢我们的手工漂眉其实线条只要一刀画过去就完成，是比较容易一些的，时间可以容易节省，所以它的这个收费大概会落在8000到12000之间。那我们的机器因为它的整体时间已经超过2倍以上，所以呢外面一般的收费大概是12000到18000之间这样。再来就是比较多同学包含客人也会想要问的就是，那这2者之间听说好像做漂眉都会流血。好，这边告诉你就是手工漂眉大概有50%以上的几率是有可能会流血的，因为它是使用刀片划开我们的皮肤那接下来我们的机器呢，它其实是单针在我们的皮肤表皮轻轻的做一个微创，所以机器漂眉是不太会流血的。如果你流血的话，就表示你操作有错误。好，那流血的这个部分呢，我还是要加强补充一下，我们的手工漂眉呢，也会针对客人不同的皮肤，它的容易流血跟不容易流血程度会有不一样。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是这个油性皮肤，它就真的会比较容易流血。那我们的干性皮肤或者是中性皮肤的话呢，如果假设纹绣师的技术好，是有可能做到不太会流血的。那接下来就要讲到有关于入针深度的问题无论是手工漂眉或是机器漂眉，我们都是在浅层作用，但是因为手工它是刀片划开，所以它有可能在表皮的稍微会不小心深一点的地方划过去。那我们的这个机器漂眉呢，它基本上都是在皮肤很浅层的表皮，所以它们2者的深度是有差异的哦。那再来呢，就是线条的细致度。如果以手工来讲，它就是一刀划过去，所以它是很工整的就是一个极细刀片的一个痕迹，所以它线条是非常的细腻的。那我们的手工刚刚有讲就是我们会重复同一个地方要慢慢堆叠因为要一直重复堆叠，所以它线条的粗细呢，最细还是有一个程度的厚度没有办法像手工做的这么细。再来就是讲到它的修复期，手工漂眉的修复期大概就是5到7天，因为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微创、微流血那这个机器呢就会比较短一点点，大概3到5天左右。好，接下来是讲到我们的作品线条特色就是我们这个手工漂眉呢，基本上它是使用非常多的短线条下去做排列组合。那我们的这个机器漂眉呢，使用比较大量的长线条去做线条的排列组合，所以2者的作品呢看起来呢会这个长线条的呢会比较柔美这个短线条的呢就是维持它正常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线条眉的样式。大家最关心的那后期留色谁比较好呢？有咯，这时候开始咯，见真章了。手工线条的留色呢，它基本上是比较普通的，那机器线条呢留色相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呢我们的手工线条皮创会稍微比机器大一些，皮创一旦大一些，就有可能留色会比较不好。过了1-2年之后呢，我们这个手工的线条作品呢，基本上它线条也会有一点点的稍微不会那么细所以我们在做2次加工和3次加工的时候，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相信我今天的分析呢，什么是手工，什么是机器，你已经很了解了。君拿 TV 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订阅，并且要打开小铃铛，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我是君娜，我们下回见，拜拜。